放心吧，于哥。于哥刚穿上裤子，小轩最先发现，他大叫道：“还有好多，你们快看！”赶快走，离开这地方。我们加快速度，淌着水向前走，很快看到了能站人的岸边。上来后远离暗河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之前在水里没见过鱼，但到这里后，除了这种很大的石蛙蝌蚪，我们在这里还见到了一些奇怪生物。像阿春他发现，在钟乳石上趴着一只长得像蛐蛐的虫子，用手电照不怕，好像也听不到人的脚步声。走近一看，又不是蛐蛐，这虫子触角很长，好几只腿，颜色是纯白的。看来是已经到底，都找一找，看看从哪儿能绕过去。知道了，把头。搜寻片刻后，阿春喊我们说：“王把头，从这里应该能钻过去，来看一下。”这么小，你们谁先来？我先来吧。阿春侧躺着身子，很轻松穿过了石缝。他过去后，我们接连的跟着钻了进去，几人先后爬过去。轮到于哥时出了问题。不行，别拽了，我卡住了。疼，别使劲了。挺大吗？我们2个女的都能过来，你竟然卡住了，坚持住，马上出来了。咦，把头，这是动物骨头还是？不是动物骨头，是人骨。人骨？这里怎么会这么多人骨？哪儿来的？云峰，你记不记得那句话？鬼在庙庙碑上的，头下黄泉身作庙。把头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白骨是当时开采石灰岩的那些人？那他们的头去哪儿了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我感觉这里不像祭祀文化，像是某种丧葬仪式。先找找看吧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发现。又往前走了几十米，突然一个深坑出现在眼前，坑下深不见底，非常黑。文斌，我们人别下去，你用绳子绑上手电，送下去看看。好。卧槽，小心！好家伙，吓人！怎么这么多蝙蝠？没了吧？没了，走吧，下去看看。下来后，我们发现这里依然是一条没有路的路。豆芽仔趴在洞口朝下观望，大声道：“是水，还是条河？好宽的水面！”我知道了，这洞的形成应该和田广洞村地面上的阴阳洞类似，天然形成。这里地下河互通，流向错综复杂。村里水塘无论是否是旱季，都能保持常年不干。看来源头应该是洞底这条主流。把头，我们怎么过去到对面？目测这洞的直径宽度超过13米了，用绳子降下去。下去没用，底下是地下暗河主流，只能想办法过去，接着往前走。把头，我们现在怎么过去？目测这深谷的宽度已经超过10几米了。我怀疑之前这里有过一座桥，或者是能让人通过去的一些东西，因为时间久了，木桥或者其他板子类的东西损坏后掉河里了，最后只剩下了这些加固用的石头。有道理，我早就想到了，稍微不注意就会掉下去摔死。可是我们没工夫建桥，所以要不还是回去吧。你们都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花啊！你怎么天天说丧气话？谁摔死了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赵轩轩，我发现你老针对我啊！我就是实话实说而已，哪有错？你肯定是到更年期了乱发脾气，以后没人要你。行了，你俩别吵，看我的，我来造座桥。小轩，你刀呢？给我用下。小轩愣了2秒钟，摸出来一把带着皮套的匕首。不是这把，也不是这个，你忘了上次削苹果那把，大一点的。哦，是这把吗？卧槽，小轩身上怎么会藏这么多把刀？你这不废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应该问他身上什么时候没带刀，忘了沙漠里养狗那个人了。从那时开始，小轩就刀不离身。豆芽仔看到后咽了口吐沫，因为互相在一块吃住久了，太熟了。豆芽仔经常骂小轩，所以你应该感到庆幸，以后别老拐着弯骂人家了。让一让，别打到你们了。硬功夫啊，以气增力，腰带全身，发力于一点，这一下最少10年功底。厉害，不愧是少林穆圣。这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没问题，我们可以抓着绳子爬过去。你们信我的话，谁先来？众人无话。豆芽仔一咬牙，站出来说：“于哥，我信你，我最后一个。”我来吧。厉害啊，春姐竟然真的能做到。好了，你们都快过来。宇哥，我们都过来了，该你了。好，那我过来了。宇哥体重比2个小轩还要重，一上去后肉眼可见，
绳子被压弯的弧度很大，左摇右晃的很严重。而就在这时候，对过卡在石头上的匕首突然打滑掉。于哥，这不行，都抓住绳子，这别的也要掉了。没事吧，于哥？没事，只是有点脱力，还好有惊无险。谢了，阿春姑娘，谢了，阿春姑娘。你欠我一次，记住了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咦，是壁画，这地方竟然有壁画。不对，空气中湿度这么大，时间一旦超过400年，任何矿物颜料画都保存不下来。这年代不会太远，应该是清代的。大头，这里墙上也有。这啥房子？水底下有一栋小房子，可上面写的满字又是什么意思？奇怪了，水底下有房子，谁会把房子建在水底？难道是墓？大头，这儿也有，好像是这间密室的主图。这壁画人物脸上长了4只眼，眼睛分上下2排，紧挨在一起，模样看着很是怪异。紧盯着看了几分钟，突然我没来由的感到一阵头晕恶心。不光是我，其他人看了也出了类似症状。咋回事？怎么头晕啊？都别看了，这东西我见过，不能盯着看。这是四目神，人一旦看久了会头晕，甚至会昏迷。这画怎么这么邪门？我刚才也有感觉。把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具体不是很清楚。以前在北京密云古北口有个朝官村，村里有间瘟神庙，瘟神算道教神的一种。那庙里就有一幅四目神壁画，很多人看了后都说头晕，严重的还会昏倒。这么邪门？你们说会不会是墓主人的鬼魂没走，附在了壁画的眼睛上了？别自己吓唬自己，反正这东西不要再看了，往前走。我们背着包继续往里走，不经意间回头看了眼，我发现一件事，4幅场景的壁画在右手边。我慢慢回头看了眼，发现门缝后白胖子的半张脸，正好在目送着我。把头，你说那个满字是什么意思？还有四目神头上戴的帽子，像不像鬼仔庙泥像头上戴的？不清楚，这里已经超出了我的掌握，眼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把头，这底下也没个黑天白夜的，咱们都走了快1天了吧，休息一下吧。那行，都休息休息，困了的靠墙稍微睡一会儿。都很累，阿春和于哥靠墙闭目养神，小轩喝水，把头也靠在墙上闭着眼休息。过了可能有1个小时，我正眯瞪着，豆芽仔突然拽了下我衣服。怎么了？疯子，那个什么四目神的壁画，你不觉得是个宝贝？继续说。咱俩用刀把壁画扣下来，怎么样？然后呢？那壁画有近2米高，我就算你再有本事，能用刀扣下来，可问题是你怎么带出去？背出去啊？这点我早想好了，四目神的头也就这么大吧，咱们光要头啊，扣下来能装包里带出去。想想谁看谁头晕，这多牛逼！我估计肯定有大老板花高价买。回吧，别想这事了，你这点聪明要用在学习上。早上哈佛了。见我不同意，豆芽仔闷闷不乐往回走。他走后，我见左右无人，便走到墙边解手。我正放着水，突然从脚下吹来一阵冷风，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现在可是在洞里，哪来的风？奇怪，这风从哪来的？是我刚才走神，记错了？云峰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陪我去吧。不用陪，往前走几米，拐个弯就能上，谁都看不到你。小轩白了我一眼，起身向前走去。我往上一拉衣服拉链，继续靠在墙上休息。刚闭上眼没2分钟，一声尖叫传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你这是？神，有人吹我。有人吹你？哪儿呢？谁吹你了？没人啊，哪里有人？就在这堵墙的后头。我去看看。这啥也没有，谁吹你了？赵轩轩，你不是故意逗我们玩的吧？我说的是真的，真有人吹气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里怎么会有一个管子？哪儿来的？扒拉开剩下的一堆小点的石头，先看到了一只脚，随后我们骇然的发现，在这堆石头之后，竟然埋了一个人。快帮忙把他抬出来！老田，这不是老田吗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醒醒！小轩，快给他喂点水喝。赵轩轩，你踩到人家脚了！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奇怪了，这人怎么不喊疼？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刚才之所以感觉脚下有风，就是因为老田咬着潜水服气瓶的软管，他在向外吹气求救。他说什么？糊了。糊什么？你说清楚点。死了。还有一口出气，这人是硬撑着，跟死也差不多，没希望了，醒不过来了。把头怎么办？不用管他，搜下他身上，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我们搜了身，发现老田身上只有3个早已空了的饼干袋，还有个打火机，此外什么都没有。犹豫了片刻，把头吩咐道：“把他抬过去，丢河里。”丢河里？把头，这老田好像还有一口气。他已经醒不过来了，听我的，去吧。别看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去。他还应该感谢我们，我们这也算是帮他提前解脱。别看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去。他还应该感谢我们，我们这也算是帮他提前解脱。王把头，你们这行真是有意思，在这种环境下还能碰到熟人，我是没想到。我们跟刚才那人不熟，只是见过一面而已，他还偷了我们东西，活该这个下场。突然出了这一档子事，众人也没心情再休息，只能闷着头一步一步继续赶路。一路上，把头一直在心里嘀咕着。我好奇便问：想什么呢？把头，云峰，你有没有听过那时铁木柳湖中，烟光散水中，千载暗流时，冷静若唐风？我记得的古诗只有3、4首，都是鹅和日照香炉生紫烟。我听过第一句，王把头，你说的该不会是河南周口的胡公墓吧？胡公？谁是胡公？没听说过啊。胡满公也叫陈胡公，是春秋时期陈国的开国皇帝，第1任君。我们见到的石头厕所，那些白骨，应该就是他们。把头，您的意思是，之前我们见到的那壁画小房子，就是胡满公的陵墓？是。水下房子就是陈胡公之前的铁墓，在河南淮阳湖底。中间的壁画受潮损毁了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越往里走越心惊，时不时能在地上看到一些人骨头，零零散散，支离破碎，看起来像死了很久。咦，恶心死啦！这些人骨和之前的一样，没有一具是完整的，都没看到一个头骨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椅子，铁的，又不太像。把头，这里也有。我认出来了，这里是折磨人的地方，受刑室，可能是以前用来惩罚溶洞采食人的一间密室。你们知道这东西是什么？看着像是洗澡用的。把头，电视里演的不都是这种吗？不过那些是木头的，这个是铁的。云峰，你只说对了一半，这可以叫浴桶，但以前可不是用来洗澡的。这东西在清代早期有过，叫脏桶。先让人脱了衣服，掀开铁皮盖，让人光着身子坐到桶里，然后合上盖，人的头会露出来。这时候用刷子蘸糖和蜂蜜刷到人脸上，夏天时甜的东西会招来蚂蚁、蚊子、苍蝇等，坐桶里的人会感到奇痒难忍，但因为只有头露在外面，挠痒痒挠不了，很快被蚂蚁、蚊子咬得面目全非。听到把头这么说，众人不经意的感觉后背发凉。把头继续说：这期间正常给吃的，而且给的很多，吃不下就硬塞，吃的肚大了总要方便，大的小的都只能方便到桶里，慢慢积攒的越来越多，基本都是感染死亡。把头，那这个铁椅子又干什么的？这东西叫开花椅，也叫梨花椅，在明代时短暂的存在过。梨花椅，这名儿听起来还挺好听的。好听什么？刑讯逼供，折磨人开口，这都是古代的才会想出来的东西。用法是把人绑在椅子上，脱掉裤子，双腿悬空，这时施行者钻到底下，用一根棍子插一只大梨，把梨硬往里塞，能疼死人。塞进去以后就拽不出来了，这时不断用棍子来回捅，直到梨烂那儿开花。别留在这里了，这里让我感觉很不舒服，这里让我感觉很不舒服。随后我们又继续向里走，走了没多久，把头又回头。不对，我们回去再看一眼。怎么了？还不能确定，先回去。又回到密室中，把头指着摆在角落的铁桶说：文斌，你把这桶移开，云峰你去搭把手。好。豆芽子，把你包里的针拿出来，从这里打打看。没动静啊，把头。砸，再砸。伴随着缝隙越来越大，突然他进去了，墙壁上露出来一个大窟窿，竟然是空的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进来后，有很多木头神牌、香炉等摆在桌上，古代很老式的破柜子，像是以前有人在这里住。你们看，上头有东西。有什么？在哪儿？那儿，看到没有？在那2层黄布后面，挡着了，是个人。卧槽，这有人上吊！别慌，就算是个人也是死人，怕什么？文斌，把洛阳铲接起来，挑开黄布看看。慢慢挑开黄布，杆子碰到了吊着的人，逐渐能看到了，体型像是女的，长头发散开，
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下身是用稻草接起来的。把头，这是个什么鬼东西？可能是那个陈媚晴。文斌挑下来看看，也是放下来近距离看才看清楚，时间太久了，人头已经变成了白骨。把头伸手过去，一阵摸索，慢慢从骷髅头嘴里摸出来一件东西。这是道士炼的丹。把头，这什么药？怎么藏在这里？我也不清楚，我们对这东西都不懂，得找人问，先带回去再说。云峰，我们下来第几天了？这应该是第3天了，过了今晚就是第4天了。怎么了，把头？我们找的地方不是这里，是胡公墓，要加快进度，我怕师弟突然回来。把头，之前那条路就不通，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这怎么越走越难走了？在这种环境下，哪还能分出来什么对路错路？如果我们的回声鸭还在的话，会方便一些。那东西受过训练，知道哪里好走，在这种环境下能帮我们带路。现在说那些没用，那鸭子不是丢了吗？而且把头你说过，我们还要赔人钱。别说那些了，手给我。哎，疯子，干什么？他俩之前不是要干仗吗？怎么又拉手了？你真能想，这地方一个人不好下，怕滑下去，找个人帮忙不是很正常？你不也和把头拉着手吗？那我不想拉把头啊，我也想拉个女的。快滚吧，照着点路，别说废话。看大家都很累了，赶着这里干净，都找地方眯会儿，困了的就睡，好几天都没怎么休息。知道了，把头。怎么了？有动静，我刚才睁眼，好像有个人走过去了，走得很快。有人？男的女的？不是小轩或者阿春？应该不是他俩，你跟我过去看看。那人是谁？他在那干什么？否管他是谁，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老田，是被我们丢下暗河的老田。怎么会？他应该早就死了。于哥，这什么鬼东西？小心！怎么会？这人好像没痛觉，寻常人挨这一拳早趴下了。于哥，放开，放开！我让你放开！我红着眼睛大喊，想拽开老田救于哥，都不知道他多少刀，无济于事，只能看着于哥动作越来越慢，声音越来越小。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！你是谁？居士老道烟霞子，御风壁洞真人。你是陈清卷？居士为何发笑？我笑我在做梦，我笑于哥没事，于哥没死。哈哈，这梦做的太他妈牛逼了，还见到了清朝道士，你说牛逼不牛逼？居士，敢问牛逼所为何意？这你让我怎么解释？牛逼就是牛逼，你都死了多少年了，怎么会知道？我们还说牛逼普拉斯呢。哎，居士，你六根不净，作恶多端，虽说和道门无缘，但和我有缘。道长啊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作恶多端，怎么？你要感化我，我马上就行了。这种梦我做多了。非也，非也。居士受过落阴关，所以你我二人才有此一会。你身上带有无法根治的古巫之术，老道也是看不透。今日一幕，几日后会应验。我救你二人一命，却有一事相求。你说吧，我听听。一件事，你帮我打开最后一道门。再会。疯子，你咋了？还喊于哥名儿，又哭又叫的，吓人了。太累了，睡着后做了个噩梦，没事。真没事，你不知道，刚才确实吓坏我们了，几个人才把你按住，你又是喊什么牛逼，又是喊什么道士的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大家都围着我？把头呢？把头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从睡醒过后就开始挖，也不知道他是咋了。挖什么？不知道，和你刚才的情况一模一样，醒了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我好奇地走过去拍了拍把头的肩膀，把头这才停下，转过头来对我说：醒了，云峰，刚才你是怎么回事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。你这是干啥？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刚刚我也做了个梦，
梦见那个玉峰真人，陈清绝了。他告诉我，我们脚底下有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我本想着试一试，结果还真有发现，这下面的土和其他的土不一样。这土怎么这么黏？也不是白膏泥，奇怪了，难道这下面真的有古怪？把头凑近先闻了闻，又用手指蘸了一点，放舌头上尝了尝。怎么了？你尝一尝。怎么是甜的？什么玩意？我也试试。还真是，有点像加了糖的皮蛋瘦肉粥。这不是史莱姆吗？史莱姆是什么？史莱姆是以前在香港别人送我的一个玩具，就和这个一样，一坨软泥。那照你说，这里不是胡公墨，是史莱姆墨。我可没那么说，我就随口一说而已。那就接着做吧，我们能用的木板不多，希望能快点挖到灌顶。小心翼翼忙活了6、7个小时，力气活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我们开了个小洞，钻下去，穿过了基石层，墓道挑高2米多。我们带着头灯，慢慢向前摸索。大头，这墓道也太长了。走到尽头，应该是一排向外的台阶，台阶越多，证明墓主身份越高贵。果不其然，顺着墓道向前走了70多米，出现了一层向下延伸的台阶，一层一层，全部用黄土夯实。我们从甬道中间钻下来，本以为已经绕过了墓门，可从夯土台阶下来后，出现在眼前的一幕，让人感到震惊。这是金刚墙？怎么会有这么高的金刚墙？把头怎么办？没想到会用这种东西封墓，向下挖，看看能不能绕过墙基，然后再定个点向上挖。挖横井？没错，这种墙厚度超过了半米，封死的，只能挖横井试试。那雷管呢？看这里结构，谁敢放雷管？会他的！不能耽误时间了，动手吧。原本以为向下挖，再向前挖，最后再向上挖，最终花了几个小时时间，挖了一条 U 型盗洞。结果没想到，金刚墙之后竟然还有第2道墙。我想起了陈妹秦庙碑上的一句话，这东西说不定有气道。不行，把头，地下全是石头地基，密密麻麻，根本挖不到头，而且很容易塌。我瞥了眼豆芽仔，看他双手不断在墙上摸索。你干什么呢？找机关啊，说不定哪块地方能摁下去，我一摁下去，这铁墙就开了。这是防盗墓贼进来的金刚门，怎么可能留下那种东西？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云峰，你看下手机，今天几号？把头，你没带手机？把头突然看了眼阿春，有些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不能带，你赶快看一眼。”现在上头是晚上8点半，从我们下来那天看，今晚过了12点，就是第6天了。师弟马上要从医院回来，我们先离开。不行的话，找田39借用一下他的炮工，约下炮工时间。啊？约炮？和那个在冰塔浇地的老头？谁和他约啊？回去的路上，我们在盗洞这里留了记号，随后顺来路返回。于哥每隔100、10米都会在墙上找地方贴一块反光标牌。我走在队伍末端，这时豆芽仔突然跑来说：“哎，疯子，我问你个事。”什么？这是我前天在山洞里捡到的，你看看能值几万？我一看，豆芽仔拿着枚铜钱，是光绪通宝。豆芽仔说这是那天我们移开铁桶后，他在铁桶下捡到的，就是那个脏桶。怎么了？值多少？你留着吧，能换一栋别墅。真的？能换多少平的别墅？换个蚂蚁住的别墅，能行？淘气。文斌，你和云峰先回去，如果路人碰到有人问，你们就说开车去宁远旅游去了，我们1小时后再回去。我没拿手机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给小轩打电话。好，那我们先回了吧，头。哎呀，是该溜子回来了啊！进村口见到了小唐那个女同学，她手里提着个红色小皮头，我尴尬的笑了笑，也不能发作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路过唐贵家门口时，我停了停，因为按照之前的经验看，每当有人路过时，她就会拼命的推门踢门。可现在，难道唐贵媳妇被村里送走了？怎么了，云峰？没什么，先回去吧。咦，这门怎么开了？难道是薛师叔回来了？不会的，不能啊！哎呀！卧槽，薛师叔，你俩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薛师叔，你不是应该明晚才回来吗？我昨天下午回来的，还是先生打电话给我的，我们晚上还通了电话，他说你们去外地借炸药了。昨晚我们还在溶洞下挖横井，手机根本一点信号没有，怎么打电话？还有，把头说他就没带手机。
没错，师叔，我们去外地借火子了，现在查的严，不好弄，就在于哥包里，是吧，于哥？就这些，老式火雷管，威力大得很。行了，快盖上。是阿春也不对，阿春也全程和我们在一起。老李病情暂时稳定了，但也留了后遗症，听医生说要常年吃药，人醒来后说话都说不清楚。薛师叔眼中闪过一丝忧虑，慢慢的进了屋。他进去口。薛师叔眼中闪过一丝忧虑，慢慢的进了屋。他进去口。我们两个就进了房间，第一反应就是给小轩打电话。小轩，把头呢？快把电话给他。云峰，把头，出事了！薛师叔提前回来了，而且已经看到了我们几个，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知道了，不用慌，一切在预料中。你就装作这2天没见过我，其他就不用管。那薛师叔看出来了怎么办？如果他是我师弟，就能看出来；相反，如果他看不出来，那就不是我师弟。我马上回去挂了。1个小时后，把头他们也回来了。薛师叔和把头聊了一会儿，没看出来什么反常。趁2人聊天喝茶的功夫，我给阿春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出去说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几天一直打电话的假把头不是你？假把头？我听说过假把式，还没听说过假把头。你还是太嫩了。这些事王把头在10天前就安排好了。既然你是他徒弟，王把头也那么看重你，跟我来吧。你以为我这30万是白拿你们的？介绍下，他不爱说话，这是我小妹，京中口技真正的传人。看什么呢？进去说。哦，你好，小妹，我叫云峰。小妹，你还是打个招呼吧，毕竟我们也收了人家不少钱。你好。小妹就这样，她平常除了我，几乎不跟别人说话，你多担待点吧。1个月前把头的安排，李铁成在医院做手术那几天，就是小妹在每天装把头，同时用把头手机打电话，稳住薛师叔。阿春姑娘，薛师叔现在回来了，你们2个打算怎么办？我们呢？我们听王把头指挥呗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，我和小妹会尽量帮你们。另外，我这几天只能和小妹住在这里，白天我们不会出门。如果你来找我们，记住敲门的暗号，重敲3下，轻敲3下，可清楚。我记住了。云峰，你和豆芽子晚点睡，我跟小卖部老板说了，给留了门，你去买袋面，再提桶油，晚点过去给阿春姐妹送过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文斌，你晚上不要在东屋了，跟我去西屋一块住，知道了没？于哥看了眼西屋方向，微微点头。快11点半了，外头没动静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便晃醒了豆芽仔，让他赶快穿鞋。哎呀，肚子疼，不想动。你疼你，快点儿。你们要去哪啊？你还没睡呢，我和豆芽仔去趟小卖部买点东西，你要不要带一点什么？那给我带点护肤品吧，这2天脸干的厉害，缺水了。行，知道了，快睡吧。还睡？吓我一跳！你们呢？钱付了，赶快拿走吧。面和油在凳子上。谢谢你啦，大姐，这么晚了打扰你。那倒没事，就是你们不来，我晚上也得看着呀。看什么？有小偷啊！前几天我放在门外的2箱炮仗没了，是过剩下的，不知道哪个崽子偷的。哦，这样啊。我提着油，豆芽仔扛着面，我俩走在夜晚的乡间小路上，去给阿春姐妹送东西。等拐到小巷子里，我正提着油找是哪门，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。牙仔，身后好像有人跟着咱们。啊？谁？你先别慌，我数1、2、3，咱俩一起回头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好，1、2、3。我操！咦，他妈的个！哎呦我的妈！警告你，别再跟我们啊，要不然我打你一顿！呸呸呸，嘴巴真臭，不知道多久没刷牙了。他能听懂吗？你跟他说这些。行了，走吧，还要去给阿春姐妹送吃的。卧槽，这娘们儿放炮炸我们！疯子，疯子，你咋了？牙仔，快去把他打火机抢过来！还没等豆芽仔反，庞贵媳妇接连又扔过来几个炮仗。小巷子这，我和豆芽仔狼狈地趴在地上，堪堪躲过去。看他又要点，
我忙爬起来举手喊：停，别放啊！快灭火！你他妈放反了，放反了！傻屌，活该！疯婆娘想炸我们，绷着自己了吧？村里没人管，实在不行，我明天联系一下永州精神病院，看看能不能把他弄走。要几百块钱的话，我就出了，看着糟心。走，别管他了，还是赶紧去送东西吧，春姐还在等我们呢。带着东西到了一处老宅前，想起白天阿春交代的话，我先重拍了3下门，又轻扣了3下，等了几分钟，门开了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干什么？我来送油，还有1袋面。进来吧，放凳子上就行，这里确实没什么吃的。老王把头背先了。春姐，我也不怎么困，想跟你聊聊天行吗？聊天？你要聊什么？当初在咸阳养老院，你学于哥打电话想引我过去，现在既然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是吴乐还是……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件事，还知道吴乐，他是干事，3省干事，算是会内的高层人物，而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听人调遣的小兵。真是吴乐？我可没说啊，是你自己乱猜的。正谈着，我还想问些关于长春会的问题，不过就在这时，里屋突然传来一声叫声，听起来很痛苦。药，小妹你要吗？钱吃完了。吃完了，你怎么不跟我说？你怎么不说？咋回事？这是谁？怎么说话的声音跟机器人一样，还戴着面具？钥匙呢？你们那辆车的钥匙呢？车钥匙可能在于哥身上吧？你帮我看着他，我开车去医院拿药，记住不要让他下地，也不要动他，就看着就行。小妹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买药回来。阿春把被子带上，马上跑着出去了，慌张的连门都没关。豆芽仔又问：疯子，这是谁？她叫小妹，是阿春妹妹，也是京中口技的传人。你要不要喝点热水？我给你倒点热水吧。你都病了，还戴着铁面具，怪沉的，我先帮你拿下来。别动，你没听阿春刚才说让我们不要动他？其实我话不由衷，也有一份私心，我也想看看小妹长什么样。她就半张脸，看着还挺好看的。没事，春姐不是走了吗？我们可以看看，看完了再马上给她戴上。我还想说些什么，豆芽仔已经触碰到了金属面具。就在豆芽仔手指刚碰到金属面具，突然间，小妹睁开了左眼，手非常快，瞬间单手掐住了豆芽仔。这小丫头力气怎么这么大？我俩刚才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。都怪你，我都说了叫你别碰她，你还不听。别说了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这小丫头太吓人了。走，去哪里？乖乖留在这里吧，等着阿春姐回来。豆芽仔半跪在床边，捂着脖子连连咳嗽，鼻涕、唾沫都咳出来了。我也好不了多少。这时，阿春慌慌张张地跑回来，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一脸懵逼的于哥。小妹，快，我们去医院。大个子，快帮忙。连人带被褥一起是吧？对。我们俩也去吧，最起码到了医院，能帮忙跑个腿，办个手续。我坐在副驾驶，豆芽仔和她们姐妹俩坐在后排。小妹包着被子倒在阿春怀里，口中一直喊疼。阿春不断轻拍她后背，眼中满是焦急，不断催促于哥：快点，再快点！去县医院行不行？不行，去三甲，去永州中心医院。医生在啊，医生。怎么了？快把人放床上。你说下病人具体情况，我做个检查。你们就在这等着，我没带卡。于文斌，你帮我交下费，我回去给你。那是小事，你赶快就去照顾你妹妹。2点15分进的急诊室，刚过2点半，那个年轻医生就急匆匆跑出来了。很快，他又找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医生。快，人快不行了。什么病这是？看样子情况不太好。牙仔，刚才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他左半张脸像天使，右半张脸是魔鬼，太可怕了。我估计可能是某种病，不像意外受伤造成的。他左脸正常，以鼻子下的人中为分界线，右脸缩成了一团。这到底什么病？云峰，我身上只有几百块钱，你带钱了没？
只有这么多了，我卡在床下的包里，要不我回去拿？你呢，牙仔？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出来时啥都没带。疯子，你别他妈废话了，任阿春之后会给你，你怕什么？我之前见过豆芽仔买裤头只买那种带拉链，拉开拉链就是个小兜，他只有一张卡，一直随身携带着，卡不离身。我猜测他这卡里存的钱不会少于400万。你别紧张，手术不是每年都做吗？相信我，这次绝不会有问题。谢谢你大个子。钱我们已经交了，放心吧。对，交了，我交的。好，麻烦了，等我妹安稳下来，我回去后就给你。没事，无所谓，不够了春姐你再说话。那还得麻烦你，的确还不够啊。还要多少？这种病国内没有药，要买一种国外进口药，不能报销。做了术后整形，还要吃这种药，4万块左右。问题不大，小意思，我给你交了。小妹如果恢复好的话，还要在医院住10天。你回去后跟王把头说一声。没事，春姐，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干。把头说要找个厉害的炮工来帮忙，实在不行就硬炸开那道门，我们等你。这样吧，你妹妹醒后肯定离不开你，我们在这陪2天，帮你们跑腿、买饭什么的。等你这儿稳定下来了，我们再回去。疯子，要不我回去吧。别啊，我们需要你。我们3个住在了陪护病房。小妹醒来后，我隔着玻璃看她，她脸上包着纱布，见我在玻璃外看，她马上转过了头。豆芽仔看着玻璃，感叹说：“哎，此情此景，此时此刻，我想作诗一首。”哦，那你做吧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4万块钱才能进，手术必须得抓紧，可怜阿弟真苦命。在医院照顾小妹的这天，我和豆芽仔一直住在陪护病房。小妹脸上包了纱布，阿春则在一旁陪着她。也就是在这一天，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怎么了？你手里拿的是谁的照片？这是我帮小轩在地下溶洞照的。不就是一张照片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不是这个问题，牙仔，你有没有发现小轩身后好像藏着一个人？我和豆芽仔将目光放在了小轩身后的石柱上，由于光线不好，很模糊。钟乳石后，似乎有个人歪着脑袋在看我们。于哥，你也看一眼。这好像是人脸吧？一大片，有些模糊了，不能确定。牙仔，你现在去医院周围应该有照相的地方，你去让人把照片放大冲出来，再问问能不能看清楚点。行，我这就去。豆芽仔走后，于哥小声皱眉说：“怎么？你认得那张脸？于哥，你有没有感觉那张脸像是壁画上偷看的人？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有点。这事先别吭声，也别告诉阿春，等豆芽仔回来，咱们再看看照片。于哥，李铁成是不是也在这里住院？嗨，光顾着阿春姐妹了，我也忘了这茬了。就是这个医院，走，咱们快去问问，看一眼他伤的怎么样了。李铁成是吧？你们来晚了，李铁成在4天之前就死了，是术后并发症。护士，麻烦你再确认一下，你确定李铁成4天前就死了？你看你这人，记录上是这么写着，还能造假不成？老李病情暂时稳定了，但也留了后遗症。听医生说要常年吃药，人醒来后说话都说不清楚，这马上就要下水了，少一个人帮忙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老王。回想起那天薛师叔说的话，我有些慌了，我心里砰砰跳，对于哥说：“于哥，你赶快回去，一定要保护好把头和小轩，快走！你不回，这是很重要。如果李铁成几天前就死了，说明薛师叔在主动配合把头的计划，换句话说，他在演戏。”看于哥急匆匆跑着离开，我坐在等候椅上，手有些控制不动的抖动。想了想，我又给把头留了条短信：“把头，医院说那人早死了，我要去确认一眼，一定要当心身边人。”你干啥？大哥，我看个朋友，马上出来。手续呢？过来登记呀。手续没手续不让进。误会，大哥你就通融，让我进去看看。看到盆里多了盒烟，他把本子推到我面前：“随便写，瞎写就行。”老弟，你真胆大！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间？现在是5时3刻，快点吧，我先锁上门，你看完了拍门就行。马秀梅、赵天亮、胡涛在哪呢？李铁成找到了，就这个。
听错了，肯定是听错了。卧槽，还真是，应该死了有几天了。我们果然被薛师叔给骗。刚才就是这玩意在叫吧，怪不得刚才听到砰砰的响声，是这只铁皮青蛙玩具被人预先拧好了发条，用李铁成尸体肩膀压着不让动。我把这东西拿出来，我发现在铁皮里藏着一张叠起来的纸条，打开之后，我发现是一张白纸，纸上什么都没写。这是谁放的？难道是想告诉我什么？又没来得及写。把纸折叠放兜里，我离开了这里，回到住院大厅，我在等豆芽仔回来。之前约定，等他冲完照片后来这里碰头。大哥哥，大哥哥，这个好好玩啊！哈哈，大哥哥，你能把它给我玩吗？不能，这东西我还有用，你让你妈妈给你买一个吧。小轩，小轩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小朋友，你也叫小轩？是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他要的是什么东西？医院周围应该都能买到，不贵，就2、3块钱。小轩，听话别闹了，妈带你去买青蛙玩具，跟大哥哥再见。买青蛙了，大哥哥再见。小女孩走后，豆芽仔拿着个牛皮纸塑料袋，我接过来纸袋子，拉着豆芽仔就出了医院，准备回村。怎么就你？于哥呢？于哥已经回去了，先看照片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壮着胆子再看。只见钟乳石后出现张白胖胖的脸，依稀能看出来，这胖脸的脸色惨白无比，歪着脑袋，像是脖子上没有支撑的骨头了，在笑。吓死了，这大白脸，怪不得照相店老板刚才看我那种表情，着急撵我出来，跟见鬼了一样。天色擦黑，在傍晚时到了田广洞村口。招呼豆芽仔急匆匆往村里赶。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们回去时发现薛师叔已经不见了。于哥双手环抱，像尊门神守在门口。把头，薛师叔呢？去哪里了？他跑了。跑了？那他跑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不过这个人肯定不是薛丁，不管是谁，这人脑子比不上我师弟，差远了。我去他妈，谁敢这么玩我？好，骂的太对了。大头，你早该这样骂了，之前你都太斯文了，你现在的样子，老太太们看了也爱你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起一边去，说的什么玩意？把头，你说下一步怎么干？都听你的。怎么干？敌在明，我在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躲着没有用，还是被人玩，因为主动权在别人手里。我们要明目张胆的干，对方迟早会露头，那一刻，双方都处在明面，情况就反转了。看我没有表现出一丝气馁，把头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容，他笑着说：所以啊，我找来一位厉害的朋友来帮忙，如果底下出了什么大祸，平分。谁？找的谁？在哪儿？我已经让小轩去接了，估计还有2、3个小时到。对了，云峰，你去找个地方把我手机充下电，一点电都没了。好，正好我的手机也要充电。对了，把头，还有一件事我差点忘了，你看看。我把牛皮纸打开，10几张照片都倒在了桌子上。就这张，把头，你看这是不是个人？咦，这是个人？是人啊，你们看，就这样似的。这个不一定，可能是光线折射的原因，我研究一下。云峰，你先去找地方充电，这几天我要保持电话畅通。走走，疯子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去哪里？我不敢再去小唐家了，他奶奶太吓人了。那要不咱们去小卖铺？也行，走吧。是你们呢？你们买什么？拿2包烟，还有大姐。我想在这里充2小时电，手机快没电了。没事，充呗。那好，谢谢了。走了，还看？云峰在哪里？在路上啊，马上回去了。先别，小轩从市里把朋友接来了，马上到，你带我去村口领一下，这是礼节。是谁？去了你就知道。挂了电话，我和豆芽仔又掉头往村口走去，在大树下等了6、7分钟，一束车灯晃了过来。小轩先从出租车上下来，随后又下来了3个男人，来人正是玉面孟尝、田三卷。你好，神眼峰。怎么是你们？你好，神眼峰。怎么是你们？怎么就不能是我们？神眼峰不带路吗？哦，没，这边请。路上我就在想，按理来说我们之间没有和好的可能，把头是怎么把他请过来的？要知道二绵场事件，最后铁佛可是被我们吃了，他只得到一个铁塔沙，虽然也值钱，但远不及铁佛。哈哈，田兄来了，旅游劳累，喝口热茶提提神吧。田兄，咸阳的恩怨已经过去，
我能赢你是取了巧，如果你不是被骆家山乱了心，恐怕我不一定赢你。王把头，那件事我输得无话可说。这次我之所以会来，是想见识你所说的战国坑。我把话说在前头，事后不管出什么祸，我要5成。什么？我们忙活了那么久，你刚来就要分走一半？把头，这是自然，我答应你的。再有，我们是合作关系，换句话说，我不受你管制。可以。说罢，他们互相举起茶杯，碰了杯，一饮而尽。把头和田三九秘密谈了一夜，其他人都被遣散回房，只有我留在屋里陪了一夜。王把头，看来你这次是被人玩了。如果是我来，我不会犹豫，人必杀。你的做事方式和我不一样，但这次你错了，你应该先手。姓薛的唐老太婆、李什么成、那个护林员老胡，包括那什么小唐，这些人都不该留。我不同意，他们可都是普通人。真是什么样的师傅，教出什么样的徒弟。现在就算你同意也没用，因为已经错过了机会。村里很多人都见过你们了。季师傅，你进来一下。把头，你叫我？我问你，半米厚、2米多高的青铜墙，你怎么搞开？是普通的青铜材质？不，硬度要比普通青铜高，可能是青铜合金。铁类不像石类，没有脆性，半米多厚，太厚了，炸不开。就算我用硝酸甘油也炸不开。最多只能炸变形，不过有个办法可以弄开，用割枪。那好，现在就去搞，把东西都买全，让天宝扛回来。今晚我们就带东西下去。老头叫老季去买割枪，我跟他闲聊。季师傅，你以前这么干过？当然，割枪割棺材，电锯取壁画。野路子现在很流行这种，在咸阳有人通过关系找过我，想让我帮忙分切一具石棺，开的工价很高，不过他们是野路子，田把头说不与为伍。以免掉了身份。这人叫杨斌。杨斌，姜昆的哥哥，就是上次和我一起去冰塔地宫的那伙人。我看你这1、2年最好不要去咸阳，人那伙人在找，除了找背叛他弟的黄毛和魏小刚，据说还在找一个叫向风的男的。此人和你同姓，你认不认识？不认识。话说回来，田三九办事胆大心细，雷厉风行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就穿好潜水衣，再次从鬼仔岭下潜。没想到，真是别有洞天。这才哪到哪啊？你见过清代司母神没有？看一眼头就晕。还有，你见过脏头没有？你别废话，先上去再说。把头和田三九老纪走在前头，我们则是在后面。一路上，我们一直在讨论红眼睛这个人。红眼睛本来就高，比鱼哥还要宽一些，他用绳子背着养，走路不看，往往走着走着，哎呀！卧槽，眼哥你真牛逼，这2瓶有200斤吧？你不累啊？哼！你看他上辈子肯定是牛头胎的二愣子。就是这里了，田把头。怎么样，老纪？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拧开气瓶吧，我来割。找准位置，老头开始用火枪割，他手很稳，强大的热割枪很快融化了青铜墙表面，肉眼可见的速度。火焰一点点冲下去，青铜墙上用石头画了个小门形状，他就照着这个图案切。过去了半个多小时，青铜墙上出现了个小门。差不多了，试试吧。喂，我数3个数，一起发力。1、2、3。他奶奶的，怎么这么硬？你是不是还没割到底？不会，你们要相信我的手艺，的确是到底了。那怎么踹不开？可能是哪里有粘连，毕竟这堵铜墙时间太久远了。老人话音刚落，只见红眼睛后退几步，退到了墙角，突然啊的叫了声，直接跑着上去，用肩膀撞了过去。卧槽，地震的！天宝，天宝，你干什么？快停下！太猛了，于哥，你上次是怎么把他干趴下的？看见没？这就叫2B，这傻劲儿，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能把他干趴下。我不是吹，要再来一次，2个黄天宝都不是我的对手。
好了，应该能过去了。进去后，空间没多大，对过一束手电打来，只听季师傅喊道：“卧槽，你们快过来看，这他妈还是墙吗？咦，这是木头，这木怎么会是这种颜色？这木怎么会是这种颜色？这木墙应该是刷了桐油，要不然留不到现在。这啥木头？还刷了油，看起来挺结实啊。是铁花木。啥？铁花木？什么木？这种木非常的硬，刀砍不动，斧劈不动，据说比榆木硬100倍，比钢铁还要硬2倍，不论泡在水里多少年都不会烂。季师傅，咋办？这木头墙啊，要不你再给割开吧？不行，会跑偏。还有，我怕一缺不一定够用了。要是烧了它呢？点不着，这木头不烧，没办法。虽然这东西比青铜硬，但有破绽，你们细心点就能发现。你们看，就算是在古代，也没有这么大的铁花树，这么宽，一定是由数块木材拼接成的。就这里，这就是接缝。差点忘了，天宝，你包里有把电钻，拿给我。起初电钻打滑，下不去，季师傅双手死死按着钻了半天，还在裂缝处钻进去一个小眼，有半个小拇指那么大。老季，你是打算点炮？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任何人都别说话，我不能分心。说完，季师傅从自己包里掏出来一个铁盒子，小心翼翼取出来一个褐色玻璃瓶。就这一小瓶，要是季师傅手滑了掉在地上，那足以把在场所有的人都送走。随后又摸出来一小袋东西，原来是气球，把气球吹起来一点，拿起糖浆瓶子，一点点向里头倒，这就导致气球那头慢慢的补成了一个小包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看着补起来的小包，心里总想拿根牙签给它扎一下。好了，别你们的小炮，拿一根给我。给，这是副药，碰到火后会有小微粒的爆炸，用这个当引子，可以引炸硝酸甘油。都赶快出去吧，很危险。好，年轻人，你留一下。哎，疯子，叫你呢。哼，叫你呢嘛，于哥。就你，小象把头，你留下帮我一下。豆芽仔和于哥拍了拍我，走了。短短几分钟过后，本来狭小的空间感觉大了些，因为就剩我和他了。季师傅，你叫我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会啊！来，抓住我这里。听着，气球本身是橡胶材质，可燃性好。另外，它表面还抹了一层油。你按紧了，我要点了。一旦点着后，我先出去。等我出去了，你慢慢松开手，再立即出来。明白了吧，小象把头？他叫我小象把头，我紧张的听成了小萝卜头，实在太紧张了。我咽了2口唾沫，点头说好。你手抖什么？放轻松点，冷静，别慌。小象把头，一旦点着后，我先出去。等我出去了，你慢慢松开手，再立即出来。他叫我小象把头，我紧张的听成了小萝卜头，实在太紧张了。我咽了2口唾沫，点头说好。那好，我要开始了。我操，跑这么快！冷静，别慌。10几秒钟后，我听到他大喊：“快点，出来！”卧槽，还真会找地方藏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这么大的威力就炸了这么一个小洞，真是个乌龟壳。老季，现在怎么弄？先扔一颗冷光弹进去看看。短短数秒之后，亮如白昼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一排东西。怎么了，云峰？是什么？是一排排摞起来的死人头骨，跟摆西瓜一样。进去看了更是震撼，手电光一寸寸移过去，我们发现头骨之间用粘土粘着，被人码放得整整齐齐。说这是金棺墙。怎么了，小轩？看向小轩手指的地方，原来是有一窝造马爬来爬去，造马虫把骷髅头当成了窝，从嘴里钻出来，再从眼眶爬下去，一窝大概有10几只。太
恶心了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东西？你别看了，说不定还住着别的东西，看了恶心。王把头，你是不是也见过类似的这种墙？没错，早年间我在莫托色拉的鸟葬场周围见过，那里的金棺墙每个都有单独的壁龛，不像这里都用白泥粘在了一起。把头眉头紧锁，接着回忆说：小红的父亲陈小黑就是死在了那儿，被他们南派和长春会的几个人活埋了。你说的小红是行里的一颗痣吧？把头，红姐她。先别说了，都是陈年往事了，我们先集中注意力迈过眼前这关。你们快过来，有发现。哪儿？什么发现？你们看，这有一块小青石碑。这是小篆，不是，是大篆。因为带铭文的青铜器值钱，把头年轻时曾照着拓片学习过2年，他研究了半天，尝试着翻译了。近之者死，开之者死，扰之者死，见之者死，啥意思？我记得鬼仔庙的庙碑上明确写出来了，大木共有7道金刚门，我算了，4合土1道，青铜合金1道，通有铁华木1道。如果再算上这道金棺墙，那就是我们已经开了4道防盗墙了。我猜测是木主急了。哼，天宝，给我砸开它！走吧，可以进去了。钻过第4道墙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甬道，整条甬道用大块青石铺成，长度大概有10多米。把头环顾四周，感叹说：这可不是小工程啊，能把数以万吨的石材运下来，这在当年消耗掉的人力物力绝非寻常人能承受。田把头，你看的怎么样了？虽然看起来密度大，很结实，但硬度远不如铁华木高，用雷管应该就能炸开。我说的没错吧，老纪？是啊，我也看了，咱们用电钻打几个眼，估计用火雷管就能炸开。看来墓主人也是黔驴技穷了。我入行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这么怕被盗的主。小象把头，搞这堵墙大概要2小时，咱们没听过。口渴了，要不喝口水吧？那好吧，都原地坐下来休息。云峰，来，你吃个这个进口巧克力，我那天在中心医院买的。豆芽仔斜眼看着这一幕，他嘴里叼了根烟，想要点着烟提提神，结果……你打我干什么？小伙子，对不起了，你可不敢抽烟，万一引爆了怎么办？知道了，我不抽了，我吃总行了吧？田把头，吃河鱼罐头吧。好，谢了王把头。鱼哥也吃的方便面，红眼睛吃着一根王中王，见我没吃东西，小轩又把方便面递给我。你吃吧，我先不吃了，现在嘴里都是巧克力味儿。呦，赵轩轩，你真是个好人，疯子不吃我吃啊，你也喂喂我吧。喂你个大头鬼，死一边去！大家都吃好了吧？休息15分钟，恢复体力。今天咱们一定要进到主墓室。好。看人都靠着墙闭目养神，就红眼睛还在那儿吃，地上已经扔根火腿肠包装了。看来你还记得小米啊？小米现在肯定在山里头，你还记不记得？那时候你拉着木头板子，拖着我们3个在沙漠里跑。你怎么还有酸奶？哪来的？还有没有？给我1瓶吧。你那不是还有吗？我都看到了，给我1个咋了？他马上起身，走到另一边喝去了。真能藏。把头，差不多了吧？我们接着干吧。把头，不对劲啊！小轩、牙仔、季师傅、田把头，不是在做梦，这是真的。豆芽仔，别睡了。红眼睛学我，一巴掌扇在了田39脸上，见人还没反应，他急了，随即抡起巴掌，接连扇田39。别打，你再打要把人打死了。不对劲，不能慌。我扭头一看，豆芽仔手里还拿着吃剩下的半袋方便面。突然，我瞬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我吃的巧克力是小轩前几天在中心医院买的。红眼睛他身上总有掏不完的王中王。是小卖部老板娘，方便面、鱼罐头都是从村里小卖部买的。我和红眼睛刚好没吃，所以我俩没事。脑海中的记忆就像碎成了小块的片段。我正想着这些，忽然又听到身旁又传来啪啪的声音。秦少，听着，你现在能不能听懂我说话？要是能，你点下头。你现在去门口守着，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不要离开，你必须得保护我们，听懂了没？我操！
黄天宝，你听没听到什么动静？你是想去看看？那你就去吧。我不能走，我要是去追，这里就没人看着了。那时候要是有人害把头，那就完了。你跑去哪儿了？这么长时间，都快2小时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蛤蟆？青蛙？你去追这玩意了？红眼睛一次说话说一个字，听起来特别费劲。我听了半天，又看他比划了半天手势。你是说，你突然有看到一个黑影，便追着黑影跑出去，直接跳下了河，结果下水以后什么都没找到，游上来后在岸边看到一只死青蛙，你便拿了回来。于哥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头有点疼，咋回事？我怎么突然睡着了？方便面，应该是方便面。我们来之前从小卖部买的。可能是于哥体质好，先醒了。又过了大约半小时，其他人陆续醒来。头疼，这是怎么了？把头，你脸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怪疼的，好像是被人打了。是你手下打的，因为你醒不过来。天宝，你干的？奇怪，如果是黑吃黑，怎么不对我们下死手，只是让我们睡着了？王把头，你还没看出来？因为有人不想让我们死，因为只有我们能打开这些门。我们要是死了，他进不去。虽然没露面，我敢肯定，这个人肯定和你那师弟有关系。凡是你们从村里小卖部买来的，不管是水还是罐头方便面，全扔了。把头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还要不要继续开墙了？